Google 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搜寻引擎霸主，现在竟然出现了新的挑战者。先来回顾一下 Google 这家公司过去到底有多强。不论你要查任何资料，例如看食谱、找股票资讯、比价网站、机票住宿， Google 几乎是所有人搜寻资讯的第一选择。根据统计，全球有将近90%的搜寻流量都掌握在 Google 手上。这代表一件事，全世界每10次搜寻，差不多有9次都是透过 Google 来完成的。这对 Google 来说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的主要营收来源就是搜寻带来的广告收入。光是广告一项，每年就为 Google 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收入，占了它总营收的75%。简单说，搜寻不只是 Google 的本业，是它的命脉。而这几年，随着 AI 崛起， Google 当然不敢落后，推出了像是 Gemini、AI Overviews 和 Deep Search 等新功能，试图让搜寻变得更聪明、更及时、更贴近你的需求。Google 正在打造一整套资讯结合 AI 的超级生态系，希望从搜寻到阅读到执行任务，全都能一条龙包办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？但就在昨天，有一家新创公司狠狠敲响了 Google 王座的警钟。到底是谁胆敢这么做？凭什么威胁到 Google？ 尼古神木头姐最近又有大动作，押宝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。本集影片也会跟你一起聊聊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谁正在挑战 Google？ 这家公司叫 Perplexity， 他们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AI 浏览器，名字叫做 Comet。而这款浏览器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上网的方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 Comet 完全不是你记忆中的那种浏览器，它打破了传统的一堆分页概念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工作空间的东西。你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搜寻资料、读文章、整理资讯，甚至处理工作任务、安排日程、查你之前做过什么，通通整合在一起，就像是一个贴身的 AI 秘书，帮你把所有杂事都收拾好。而这一切的核心，就是他们家的 AI 助理 Comet Assistant。当你在看一篇文章，它会自动帮你摘要；当你开会，它可以帮你排行程；当你想回顾上次找过的内容，它也能秒找给你。你不用跳出分页，也不用开一堆 App， 所有任务都能无痛切换，像是把你脑中的碎片全部自动整合成一个超好用的上网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、不盯盘、不短冲、只报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目前 Comet 台只是开放给 Perplexity Max 订阅者，月费高达$200，看起来像是走高端专业市场路线，主打对象是内容创作者、研究人员、科技产业的重度使用者等等。但如果这种使用体验养成习惯，让这些需要大量搜寻与资讯整理的人爱上之后，它未来是不是也可能慢慢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？一旦习惯转变，就有可能颠覆 Google 常年建立的搜寻霸权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只是一场功能的升级，而是一场资讯入口之战。Google 的地位从来没有这么动摇过。我们过去认为搜寻就该是一个框，打字、找资料、看结果，但现在这套框架正在被颠覆。AI 驱动的浏览体验可能会是下一场革命。Perplexity 背后金主竟大有来头。说到 Perplexity， 这家新创公司可不是单打独斗，它背后的金主阵容超级豪华，出资的包括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，还有电商龙头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，甚至连日本的科技与金融巨头软银集团都在里面。所以 Perplexity 推出的这款浏览器 Comet 并不是随便玩玩，他们不是只想挑战 Chrome 或 Edge， 而是直接针对 Google 的命脉来下手，搜寻广告和电商市场。那 Google 会怕吗？话虽如此，短期内还真的不会。虽然 Perplexity 来势汹汹，但 Google 这家公司已经不只是做搜寻的，它是一整个庞大的资讯帝国。第一个问题是使用习惯。我们从小就用 Google 查资料、找图片、看地图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搜寻几乎就等于 Google。这种习惯不是说换就能换的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如果每天要查好几次资料，要把这些操作从 Google 换到一个全新的平台，光是改变操作方式就会让人懒得动手，这叫切换成本。而这正是 Google 最强的武器之一。再来是它的广告变现能力。
Google 的搜寻广告不是单纯地乱发广告，它会根据你搜寻什么、在哪里、用什么装置、过去点过什么内容，把最适合你的广告刚刚好地丢给你。这就是 Google 最赚钱的秘密，也是其他对手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模仿的东西。而 Google 的 AI 发展其实也没停下来。你可能有听过 Gemini， 这是 Google 推出的全新 AI 模型，现在已经开始整合进搜寻页面、浏览器，甚至 Gmail 和 Docs。它不只是帮你查资料，还能帮你总结重点、回答问题，甚至预测你可能想问什么。这不只是在强化搜寻本身，更是在打造一个智慧工作助手的生态系。再看 Common， 虽然功能超酷，但目前还是走高端市场路线，月费$200，坦白说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贵了。Google 的 Chrome 免费，支援各种装置，而且早已经深深绑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从普及率来说，Common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所以即使 Perplexity 有钱、有技术、有话题， Google 还是有自己的护城河。全球几十亿用户的粘着度、精准的商业模式、成熟的产品整合能力，还有一整个由 Android 系统、Gmail、YouTube 组成的庞大平台联盟。但话说回来 ，AI 正在改变一切。你可能会问 ，Google 在这波 AI 革命中真的没有压力吗？其实压力大得很，因为现在的使用者开始不再满足于查得到，而是想要直接得到答案。这就是为什么像 Perplexity 或 OpenAI 的 ChatGPT 会迅速窜红，因为他们能直接整理资讯、解释，甚至帮你做决策。这种 AI 搜寻加任务处理的新模式，正巧巧重写我们对搜寻的定义。不过，我们看 Google 的股价还是很稳。根据 Oppenheimer 的调查，有60%的受访者认为 Google 的 AI 模型比 ChatGPT 更实用。这代表即便竞争激烈， Google 还是让大多数人感受到它的产品整合与 AI 体验更好、更方便。所以对投资人来说， Google 并不是站着不动，而是正在加速进化。只要它能把 Gemini 跟搜寻、Android、Gmail 整合得够好，让使用者离不开它的工具生态，那它仍然会是 AI 世代中最强的玩家之一。未来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谁能提供资讯，而是谁能帮我更快、更聪明地处理资讯。米股神木头姐再度出手。根据最新的交易报告，方舟旗下的 ETF 再度出手，一买一卖，透露出非常明确的讯号。这次他大举加码的是一家叫做 CRISPR Therapeutics 的公司。这家公司在做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他们的技术是让人类可以直接编辑 DNA， 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对吧？但他们已经走到了临床应用的阶段，甚至是 FDA 核准边缘。木头姐这次是透过她的旗舰基金 ARKK 大手笔买进了超过10万股的 CRISPR 股票，市值高达$526万。这不是什么随便试水温的规模，而是货真价实的重压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我相信这家公司未来能颠覆整个医疗产业。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，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，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，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，想了解我的看法，尤其是有玩台股、美股或是台指期、美期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。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，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。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，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。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除了重压以外，与此同时，他也开始减码，甚至抛售其他持股。第一个被出清的是一家叫 908 Devices 的公司。这家公司专门做便携式分析仪器，说白一点，就是帮医疗、军用甚至警政单位提供可以快速检测化学成分的仪器。听起来很实用，但木头姐显然认为，这段时间它的潜力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，所以直接透过 ARKG 把手上的6万多股全数抛售。第二个被解码的是大家更熟悉的名字 Roku。你可能家里就有用 Roku 的电视棒或者串流盒子。这家公司一度是美国串流装置的霸主，但这几年竞争太激烈了，亚马逊、Google、Apple 都跳进来抢市场。虽然还活得不错，但从木头姐的操作看来，她对 Roku 的未来成长似乎没那么看好了。这次解码了将近2万股，市值大概是$183万。而在这些大额操作中，有一笔小小的动作也非常值得关注。他买了4股 Beam Therapeutics，虽然总价只有$76，
看起来像是无心插柳，但如果你有追踪前一天的资料，就会发现前一天他可是大笔买进这家公司，这次股只是延续补仓。也就是说，这间同样专攻基因编辑的公司，也正在被他悄悄纳入未来布局的核心。总结这一波操作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趋势：木头姐正在从装置与硬体相关的股票，逐渐转向生技与基因编辑这类未来成长性极高的产业。你股神重压的公司是何来透？刚刚我们提到木头姐大手笔买进一间叫做 CRISPR Therapeutics 的公司，那这间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又是怎么靠基因编辑来赚钱的？这一段故事得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起。2013年，一位名叫夏彭蒂耶的法国科学家和他的团队伙伴佛伊·诺瓦克一起在瑞士创办了 CRISPR Therapeutics。这不是一间普通的生技新创，而是全球最早把基因编辑技术实际应用在药物开发的公司之一。你可能听过基因编辑，但不太确定它到底能做什么。简单讲，这项技术可以直接改写人类 DNA。原本我们只能治标不治本，但有了 CRISPR 技术，科学家就可以针对基因异常的地方直接下手，根本性地修复问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，这不只是一种治疗，而是一场医疗革命。夏彭蒂耶因为这项技术，后来在2020年和美国科学家道德纳共同拿下诺贝尔化学奖。这就像是科学界颁发了奥斯卡最佳影片，而 CRISPR Therapeutics 就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制作公司。不过光有技术还不够，要商业化还是得面对现实。CRISPR Therapeutics 主打的方向是用这项技术来对抗几种很棘手的疾病，像是镰刀型红血球疾病、B的地中海型贫血、第1型糖尿病、某些癌症，甚至还包括心血管疾病。这些不是感冒药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而是许多家庭几十年来都在面对的痛苦来源。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产品是 CTX112， 这是一种针对红斑性狼疮的基因编辑疗法，预计2024年就会启动临床试验。这也表示他们离商业化又迈进一步。但问题来了，新创生技公司光靠自己活不下去，开发一款新药少说要花上几亿美元，还得历经漫长的审查与实验。于是 CRISPR Therapeutics 做了一个关键选择，跟全球顶尖药厂之一的福泰制药合作。这个合作从2015年开始，双方把资源整合起来，重点就是利用 CRISPR Cas9 技术，一起开发可以根治人类遗传性疾病的新疗法。这场合作最关键的成果，就是最近获得美国 FDA 核准的 Sigzvi 疗法。这是一种专门治疗镰刀型贫血的新型疗法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 CRISPR 不只是研究机构，而是已经正式拥有商业化产品的公司，甚至开始有营收、有现金流入。根据双方协议， Sigzvi 销售产生的营收会由 CRISPR 和福泰以40%对60%分账，这笔分润就是 CRISPR 未来几年生存的保障。虽然他们现在仍然亏损，第一季的财报还是显示亏损1.43美元，营收年减超过99%，但手上仍有大约1.6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，可以撑好几年。在这个阶段，他们就像一艘刚离港的大船，还没开到目的地，但已经不再是小木筏。那有竞争对手吗？其实也有，像是蓝鸟生技 Bluebird Bio， 他们的 Lyfgenia 也获得 FDA 核准，同样是针对镰刀型贫血。不过，蓝鸟生技这几年营运压力很大，第一季亏损，股价也跌了不少。相比之下， CRISPR 还算是比较健康的那一边。而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， CRISPR 的股价在过去1年内上涨超过50%，甚至还比合作伙伴福泰的42%涨幅还要多。这也说明市场对这家公司的未来是有期待的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蒙，我们下次见。